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侠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90度了吧？这个要会车了，要会车了，会车！帅哥会车了，帅哥，各位帅哥会车！吸肚子，吸肚子！吸气！我真的大吸气。我们现在在巴厘岛最著名的Killing Sea海滩。这个海滩是泡泡吧？红展示，我傻眼呢！快去张小姐，我这一块都是皮耶，皮太烫。哇，你，我跟你说，你瘦了。多爬一点。千岛之国印尼，不同岛屿不同生活，就像五颜六色的调色盘，画出不同的面貌。坐拥山海的东爪哇，山上人家的日常，完全就是生活智慧王。这个村庄的名字很特别，叫做 Brajagan。嘿，那在这边呢，还蛮特别的东西，叫做拉比拉比。没有错，拉比拉比我们也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看大哥，他是非常的就是轻装上阵，然后只拿了一根 maybe 是路上捡来的竹子，因为它裂开了，然后手上拿了一罐保特瓶和一个他可能他女朋友的化妆品做成的饵料吗？就这样子而已。这个应该是我们要，这是什么？啊，这个是线。哦，所以是要钓的哦。那这个是什么？这里面是拉饼啊，这里面是蚯蚓啊。其实它就是简单的钓鱼的状态。那我跟你讲，它听起来一定是一个轻松的东西，因为你看这个钓竿哦，看起来就一副随时会折断的样子。这个东西一定不会多凶。我觉得大概就这么小吧。阿兰这 OK 哦，毕竟我们都是走跳外景的女力代表，以我牡羊座的爆发力，加上你处女座的执行力，想逃没有那么容易。水花激起，你要有水花才会有像武侠的感觉。然后你要有这样子，哇，有水花，就会有武侠片感觉。你要在这边。大姐、二姐饭饼。那叫什么？大红展示。大红展示。继续。朝中，师兄回来，没错。好啦，不要闹了，正经点。谁叫大哥带来这荒烟乱草的秘境，直接激活战斗魂啊！到底拉比拉比藏在何处？直球对决，直捣黄龙，抛弹卖照。拉比，拉比拉比。他现在要拿东西，他在上面超多蚯蚓，他不是只勾一条他吃这么多那个拉比吃这么多，要跑，还要跑。这个棉线很细耶，不是它这个棉线那么细，它不会在拉的时候就断了。这个鱼光是鱼来棉线很细耶，我不懂。不会断。它这边还插了2只这个是昨天设好的机关是不是？Ini yang kemarin dipasang sudah. Sudah dipasang di situ.
对，这边昨天已经有设好了。而且你看那只一直在动，我觉得那只一定有 lobby。我傻眼，那个是鳖耶！啊！太大了吧！太大了！哎，很凶哎 ！Oh my god！ 这是怎样？是保龄球是不是？还可以捏那2个地方？这算是很大的吧？这水里面。这已经很大了耶！小心哦，它的脖子会伸很长哦。脖子伸很长。你看它的头有多大，而且它好重，这个超重，看起来很凶。它的脖子会伸很长，所以你放在这边，它有时候会这样转。它的脖子可以伸到这。很凶哎，很凶。对啊。到后面它的背后。对，所以你要小心拿看，你人生没看过鳖吧？也没。你要抓这边，你要扣这边。哎，大家好软哦。对，你要扣这边，慢慢直接这样扣着，对，扣着，这样子，扣着。它手会伸哦，不要动哦，抓紧，不要手扣这边，拿错，这边这样，没有手这样扣的，手扣啦，没有，这只手，要不然它会伸过来，这样绷紧，对，这样子。哎，我觉得我在你们中间有点危险，因为我觉得你家吓到一丢会丢到我身上。不会，我会捏好，我有点慌张哎。Oh my god！ 将近半个生产巨鳖合理吗？大哥说，夏天正是他们活跃的季节，只要懂得在浅水处提早设局等待，天天都是情人节。下雨了，对，结果旁边那个杆子就在那边动。它这个比较小一点，它的肚子还也黄的一点。对，它的肚子也比较黄一点。那我来看一下公母，刚刚有讲说这样。对，哇，这个头小心。这个是公的 boy， 对不对？有没有？它小的 boy， 这个应该是公的。这比较小。哎，它刚刚在水里面还在那边翻来翻去。有，我刚刚想说它那个东西在水里面一直在那边震动，然后在那边冒出来，想说是不是？结果就真的是，因为我们没想到鳖会翻来翻去。我没有想，我想说鳖不是应该很安静，就在那个水底这样慢慢的爬吗？而且下雨，它应该觉得外面很害怕，它应该不会上来。没错，本来觉得没有希望可以走，结果它就起来了耶！它饿到了，小心它的头，哎，小心，不要跌倒，面对他们，面对他们，哦，小心！那你拿那个，你这样子，你再扣住，扣住它，抓起来。你离它离我远一点，我拿这个，你拿这个，我拿这个。借我拿一下哦，可以，直接扣进去。好，很重。你的手不要在它背的，你可以在它屁股，你可以这样子，我手这样撑着，你可以这样撑。但是我这样一只手，走。下大雨回村庄，小心！你离我远一点啊！保持社交距离。你离我远。啊，你先走。你先，小心，保持社交距离啊！那你像在拿保龄球哎，只是不能丢出去啊！我跟你说，不要看这鳖长得怪，它对山上人家而言可是农忙之旅的加菜单。因为纯野生跟放山鸡是一样，保证吃鳖不吃亏。人生的道路上有吃过鳖吗？没有，我人生的道路上没有看过真实的鳖，也没有吃过真实的鳖肉，我都是吃醋跟吃亏。Oh my god！ 但我跟你说，鳖算是一个很好养颜美容的东西。它好像对女生的皮肤好，然后对男生是不是也是你知道是这个部分吗？你可以问他有几个小孩。鳖肉是不是对于男生来说算是可以增强体力，或是在就是你知道能力上面？是可以，你这样问他能力，他会不会觉得台湾人？
这要怎么问呢？很害羞哎。stamina 挂蛋。这个鳖是真的会壮阳的。他刚刚是这样子，这样子，OK， 这样壮阳那样， OK， 软趴趴的起来。12点不是6点半。我们会改时晨播，我们会改时晨播。好，晚上但是因为鳖有非常多的胶原蛋白。哦，真的吗？对，所以吃鳖的话，我觉得所以还蛮不错。我刚刚以为他们端什么梅干扣肉给我，很像，或是咖喱，有没有咖喱鳖？我想说绿咖喱鸡看起来很像。哦，其实这样擦起来蛮硬的耶。它很 Q， 这样擦起来真是，肉很厚实，因为我们刚刚的鳖很大。很像那种三杯鸡的那种鸡腿肉，就是它，因为三杯鸡的那个鸡肉，它其实是偏比较微硬一点点，有口感一点点，但它的硬也不是咬不动的硬，它可以这样咬一咬，就觉得说它蛮有弹性，很 Q。我觉得它应该就是那种有在跑100米的那种的肌肉。皮的部分呢是更韧一点，它的皮很 Q， 所以你要花一点时间就是去咀嚼它这边这个皮的部分。可是我很喜欢吃那种皮的口感，因为 Q 的，然后吃这个肉呢，你会觉得吃一口好划算，因为它的嘴巴停留很久。对，哦，你吃一口可以当3口吃，哎，就是一直咀嚼，一直咀嚼，一直咀嚼。对，我觉得有点像是大概冰过2、3天的那种很 Q 的粉圆，然后搅，它不会马上就是入口即化那种，它是要增加那种就是我觉得它很适合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边嗑瓜子，像小菜。对。是不是这就是山上人家厉害的地方？不只懂得创意料理，靠山吃山的生活啊，还能把水果变成虾饼。扣的声音了，是不是？哇，就是这个 Ibu ini datang ke Desa Gupolo, Kecamatan Babatan, Kabupaten Ponorogo untuk menyaksikan hasil produk unggulan salah satu desa kami yaitu emping linjo。可是这个就是水果吗？对，我刚刚很好奇，我觉得它跟我想象中水果不太一样，它长得超像橄榄的耶。Ya, ini termasuk ini buahnya ini. Direbus dulu, harus direbus dulu. Ya. 这个水果要先煮才可以吃哎。我觉得它可能某一种果，可能在我们那边不太像是水果。Terus untuk kulitnya ini juga bisa disayur untuk dioseng。它这个外面都是皮耶，它等于是它这个皮是没有要吃的，我们主要是用里面的那个果子，是不是？ Ya, bagian dalamnya。它有点像是没有成熟水果的味道，那种深深的水果味。我还蛮喜欢这个味道哎，假的，这个好香哦，就是它很淡，我喜欢那种，这很淡，你看皮闻起来是不一样的味道。啊，这个皮有点深深的水果味，对不对？马令酒是这个水果的意思，那我们要做的虾饼就叫马令酒虾饼。所以我们是要用它的果实，还是要用它的皮做的？哦，主要是籽就对了。哦，那只有他们这个村在吃吗？还是其实东爪哇这边都有在吃？整个印尼都有在吃哦。那会不会其实我们有看过？因为你知道他们每次我们去店里面或小吃店有超级多的虾饼，搞不好其中一个就是水果虾饼，只是我们不知道它是水果虾饼。有可能，因为他们通常会摆的3到5种虾饼在那边，而且各种不同颜色，有黄豆的啊，然后有这种奇怪的形状跟花一样，还有全白。所以搞不好我们吃过，只是不知道它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做、要来找的。对，没错。好酷哦！因为它的虾饼种类真的太多。我们以前熟知的虾饼可能会比较像是海鲜啊，或芽笋，你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水果，或是像这种果实。这果实，你自己看这么硬你从来没有想过它竟然可以被拿来做成虾饼。老板，你要确定你的虾饼不止没虾，还用果核做。不是我要吐槽你，会不会太瞎啦？
这个是我们刚刚剥出来的果子，然后这是炒好的，它长得很像银杏。对啊，而且它很像那个我们吃的瓜子里面的肉。对，哎，这果子是可以直接吃吗？可以，可以哦，可以吃耶，那我我们一人一半。想试试看。好，你剥一剥一半。吃吃看，哎，好香哦！这个有一个银杏的感觉。牛角的味道，就是那是什么啊？你说那个烧肉，牛角烧肉。不是那个路边会有个车，然后长得像那个蝙蝠的形状，那叫什么？蝙蝠侠？不是啦，就是路边会有个车，然后画成一个蝙蝠的形状，那个叫做菱角。菱角，对，不是菱角的味道。牛角是啥？我觉得吃起来像银杏，它看起来跟吃起来都很像银杏，就是软软有点弹性的那种。吃起来很像那个圆圆的，跟你甜汤里面。银杏，薏仁，不是薏仁，圆圆的黄色的。银杏啊，不是，苦苦的银杏。莲子。对，就莲子那一类的啦。不是，我们这一趴可以先结束。我觉得沟通有些障碍。我在这边待久了，真的忘记台湾的东西叫什么名字，好不好？你现在跟我说蝙蝠，我们已经待半个月了耶。豆花里面什么时候啊？好，分工，你就先炒你的，好不好？你还要把这个壳剥掉，哦，它原本是长这样，然后用石头炒完之后，然后要把它敲碎，不是很重哎，然后还包了一个锡箔纸，就这样，这 OK。我帮你剥好了。这个还比较小，所以这应该要修哎。四颗，好，现在可以沟通，四，你就是比手画脚而已啦。就4颗。哦，软软的，然后把它打成扁扁的，所以我要把它敲成圆形哦。而且其实它有一点点粘性，我们刚刚咬的时候它有点微微的粘牙齿，很小，所以它14颗敲在一起是可以把它粘在一起，有点弹性。对。哦，有修哎，哦，真的很修哎。OK，4颗啊。OK，他说可以，所以我要把它缠起来，这样子缠起来，沾点水，你要再缠起来。哎，这可以，它可以缠起来耶，好疗愈哦。你好像在做那个虾饼，不是，就是挤一坨，在夜市会有圆圆挤一坨，对，可丽饼。哎，我跟台湾词汇忘了差不多，难沟通，偏难沟通。把它敲成圆圆的，姐，你看姐其实敲得很圆呢，然后你整个过去这样倒了，这样敲扁。这个感觉是不是应该还要炸过啊？这感觉是要炸过。应该是。不好意思，我一直在工作。请问你有在炒吗？我刚刚帮你放进来啊，谢谢你啊，很烫哎。不好意思，张小姐，我这一块都是皮耶。不好意思，张欣艺人，皮太烫。我这一块，你再把它盖上去啊，再一颗盖上去就看不出来。我已经4颗了。那个可以5颗扁一点。好正哦，好会做，好漂亮哦。差点没有。6号、9号牡羊座 ABC， 4月9号生。完了，惨了，啊，你等起啊！不容易，炒热的果核呢，得趁热去皮，还要抓紧时间压扁成型。后续呢，又得晒至少1个礼拜去水分，过程纯手工，这么费工，味道实在让人好奇。它其
其实原本的样子好像跟炸出来的样子长得没有太多差别。对，其实我以为它会缩很小，或是它其实是颜色会变。对对对，它其实就稍微淡一点点，感觉干一点点，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对，而且你看炸出来哦，这个不烫，它其实很像我们知道的那种凤梨干。它看起来像凤梨干，可是近看一点点，觉得那个质感像洋芋片。哦，质感很像洋芋片，真的很像。而且那个黑不拉几的小果实，对，现在变成这样，其实是觉得很难这样子联想在一起。因为我们统称这个东西叫做虾饼，那它其实跟虾一点关系都没有，它跟水果有关系。那可能大家对于虾饼有既定印象，所以这样比较好解释。对，啊，好脆哦。哦，超脆。怎么突然站起来？什么意思？我觉得它这个卡起来，卡起来，它真的是长。刚刚又很这样，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它是长这个洋芋片形状的菱角。哦，你说吃起来？对啊，吃起来是菱角啊。我觉得它吃起来带有微微的苦味，微微的，可是菱角苦啊。对，然后就是微微苦味之外，后面会有一点甘甜味。可是味道其实都是比较淡的，没有过多的那种可能太重的咸啊、太重甜的味道，就完完全全就是那个果实的原味，跟我们一开始在那边吃的那个软软的味道很像。像莲子的这个口味呢，它现在其实多一个油香味。对，然后会觉得它其实水分因为炸过了还是会比较干，然后真的很像在吃洋芋片感觉，可是又偏健康。是，而且应该是健康版洋芋片。没错。然后我觉得印尼这边我们去每家店都有虾饼，虾饼这几天对我们来说很像是一个主食，像饭啊、像面那种，就是我们可能点一道料理，像今天我们就是拿虾饼沾那个汤，然后在那边吃，因为它就是像一个海绵，它可以吸收各种味道，因为它本身味道并不是很强烈。没错，我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每家店几乎都有虾饼？是因为是真的觉得说这里真的太热了，有时候真的会没有食欲。可是你又需要补充一些淀粉的时候，就是需要这些虾饼啊，沾不同的调味。有些人喜欢加辣，对，然后有些人是可能会沾一些甜的，对，然后就让自己会增加一些就是不同的口感，就是有一种配着吃的感觉。然后他们真的有超多不同各种形状的虾饼，但这个对我来说的话，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配角，就是比如说你拿来沾一些辣椒酱，像我们这几天很喜欢辣椒酱，然后像决定要沾个辣啦，沾那个辣椒酱，配洋葱或者沾沙沙酱，买回去之后，沙沙酱啦，你就会觉得超对味了，你知道吗？而且我真的是觉得来印尼，就是现在待半个月了嘛，会觉得我要更珍惜食物，因为你真的实际操作过之后，你发现哇，其实花时间、花人力，而且你要够细心。像你看我刚刚不够细心，那个皮就没有剥好，我觉得敲起来就是会有一堆皮。对我挑起来多皮，所以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现成的虾饼，可能我们就是爱吃不吃。要是没有经过这个流程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说好，我要感谢他，或者把它吃完。我自己个人的心得就是，以后把我丢到野外，我还是可以存活，直接给你一把刀。我们两个怎么给我一把刀？好，想逃！台湾等你哦。逃，吃虾饼。现在最著名的就是巴厘岛最著名的对 Killing Key 海滩，会瘦，各位。哎，这个落差非常巨哦，真的。这个要90度了吧？这个要会车，帅哥会车，各位帅哥会车，吸肚子，大家想都一样。吸气，我真的大吸气。还有一个帅哥，大吸气，用肌肉在攀岩，肌肉用。这个海滩是泡泡吧？泡泡来了！它的泡泡打在脚上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软软的。它的浪也是非常的绵，然后是我看过有史以来最细最绵的，大家一定要来试试。很舒服，赤脚也没有关系，它没有太多尖锐的东西。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档。个人的心得就是，以后把我丢到野外，我还是可以存活。直接给你一把刀。我们两个怎么给我一把刀？好，台湾等你哦。逃，吃虾饼啦。
干嘛想丢包是不是？哎，没办法哦，毕竟我们同甘共苦走遍了东爪哇，后面的跳岛巴厘岛啊，才是兴奋的开始啊！10几天，我现在要转移阵地，就是到巴厘岛了。对，就是我们现在开到码头之后，整个车开上去船，然后就可以到巴厘岛。是，而且我真的觉得我们非常非常的幸运。对，因为前2天我给你们看巴厘岛的海象、海况非常的差到爆，而且昨天晚上睡觉时候大暴雨。对，差到爆，我们差一点没有办法去巴厘岛。我们这趟本来有可能就是要玩10天，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工作了。本来没有要去巴厘岛，因为你看巴厘岛的状况，我这个是船，然后车子要开上去，然后你看它那个水是整个这样子大喷的耶，我整个大傻眼。所以前几天我们一直很担心，是不是没有办法就是如愿的上岸了，直接。对，然后后来呢，巴厘岛那边就讲说，本来要关3个礼拜的那个船，但是这2天呢，好像海况又变好了，然后天气放晴了，所以他就讲说，哎，大家可以上船了，大家可以上船了。所以本来其实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巴厘岛，因为你关3个礼拜，我们总不可能等3个礼拜吧？因为有时候天气不好的话，我们可能顶多等个1、2天，或等个1个下午。3个礼拜是没办法等，因为那个真的会有点危险。对，所以其实我们这一趟真的算是蛮幸运的，对，就是一路很顺遂。比如说我们在东爪哇，可能拍摄的时候，我们在拍的时候没有下雨，可是一拍完马上就下雨。对，我觉得会遇到这种状况，就是各种当地人也都对我们非常友善。不可能我们2个是幸运星吧？不可能我们2个是外籍幸运星吧？不可能这么 lucky 吧？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是的，没错。你有没有带一些就是好像让人家出其不意的东西？应该有多出其不意？那我自己会带茶包，因为我是喝茶的人，然后但是很多地方其实是喝咖啡，你要找纯茶会比较难一点点，而且尤其是无糖茶。所以我不管在台湾或者是在国外，然后出外景的话，我都习惯带着茶包。然后我自己个人呢，是只要出外景，我就会带精油跟按摩棒，那个刮痧板套组，刮痧板套组，它也是按摩的一种。我也有，对。我们2个都热爱按摩的人，对。然后我的是这样子按摩，然后再加刮痧板；我的是这样子按摩，然后再加一个小球，没错。然后我还会带各种口味的精油，然后看你今天的心情。我跟你讲，你以为刮痧板用不到吗？它造福了全体工作人员。摄影师，你是不是就是那天头痛的时候，超级不舒服？你整个大拿刮痧板刮，然后刮出痧来就很好。你看一看还有一个我觉得外景一定要有的东西就是袖套。对，袖套，我要跟你借。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穿短袖，因为很热嘛，不会穿长袖。可是你又不想晒黑的话，就是外景，不管是工作人员，然后还是我们本人的话，一定要有袖套。就是你穿短袖，但是你只要这样子套着就可以防晒了。你看，我顺便分享一下，这边人的牙刷的那个刷毛都有够长。它真的超长的，这边每一个便利商店看到刷毛都是比台湾再多个1/3吧。然后有一个我觉得也很有用，就是这个沐浴球。你想说为什么要带沐浴球，对不对？随身携带沐浴球哦。没有，我跟你讲，因为这里的泥巴真的偏黏，大家也都看到我们就是夏天啊，或是下水啊，然后身上都是泥巴，然后那泥巴很黏，所以你这样搓你是搓不掉的。你一定要拿沐浴球这样子刷，你才有办法把泥巴刷掉。这沐浴球也是刷过我们全体人员的脚。来，我们看，这个还好。刷都讲，有没有那个观众就是有观众想要这个沐浴球吗？对，留言之后我们送出。刷过我们所有人的脚
哎呦，对，哎呦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哎呦是那个来帮忙的意思，帮忙的意思。哎呦，没有，我们要先背对着下，然后亮相，然后亮相这样子，好，然后就复兴，加油，高光调低，高光调低，哎，是调高调低啊，就这样子。快啊，调低啊！高光调低，高光就调高，好，高光调高，普光调低，复兴，加油！两只光了。劈腿，还闭嘴。各位，掌声鼓励，请叫我们外景戏剧星。不夸张，因为海象不好，巴厘岛差点要关岛。感谢老天保佑，让我们不仅可以走进度假天堂，更能亲眼目睹全球最美的海滩圣地 Killing King Beach。超痒，对，你过来一点啦，不行很像死小孩，不行，我现在觉得说浑身不对劲。这里真的是有一点危险，但是它真的太美。对，因为我们现在在最著名的，就是巴厘岛最著名的，对，一个岛屿叫什么佩尼塔岛屿，然后这里是 Killing King 海滩，然后在这里大家都很喜欢在这个制高点拍照。没错，因为这个制高点呢，你从这边望下去，你可以一览无遗，就是那个海滩的形状，然后还有它的峭壁，然后以及那个海。那个水蓝色Tiffany 蓝的颜色，对，它其实颜色渐层的非常漂亮，有点像是调酒的感觉。我觉得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混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海滩。你知道热带岛屿国家的那个人民的个性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走一个没事啦，过来啦，风很大啦，我很紧张。没事。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在制高点，但是我们等一下呢，我们会下去那个海滩，是一定要去踩点的。有没有看到我们身后？然后就是有人，然后感觉走在那个山坡。那个这个零线上面，对，沿着这个山的背脊，然后一路到那个海滩上面去放空。这个路程应该也是蛮久的。我觉得下去都还好，重点是上来。希望上来不要拍。对。上来拍的话，我会一句话都讲不出来，麻烦摄影大哥。摄影大哥年纪比我们大 ，OK， 他会先扛不出来，而且他要扛机器，对，他要扛机器，他会先没有办法喘气，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对。那个摄影师不是不看好你啊你自己看，将近90度的陡坡，虽然被封为 IG 必访圣地，但是说真的，这天堂路不好走啊。你知道为何下面沙滩人很少的原因呢？因为大家不想上来。你知道，你光看那个陡度就会觉得 Oh my God！ 我来给你看看，你看一下这个陡度。这个有75度，看看这个阶梯有多小，每一个都是斜的，那个稍微一个没踩稳就往下走。楼梯度过了，接下来就是乱石区，它就只是不规则的石块，有一些凹洞。这太难了吧？不是一条路吗？我来看，这不是一条路。
一格也太大格了吧！会瘦，各位。哎，这个落差非常巨哦。真的。这个要90度了吧？这个。要会车了，要会车了。会车。帅哥会车了。帅哥，各位，帅哥会车。吸肚子，吸肚子。帅哥。这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会车的地方。那个，吸气，我真的大吸气，大家想的都一样。帅哥会车，叫黑娜来，快点。黑娜已经超快乐，还有一个帅哥，用肌肉在攀岩，用肌肉用力。你看我们这些弱鸡，包成这样很爽。对，就在前面了。重点不是下来，是等下怎么上去。好久我刚好吃东西。哇！你，我跟你说，你瘦。多大一点？这个正常吗？这哪是一个滑垒吼，哇！怎么样？还好吗？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哦。没事，还好吗？看，刚刚我脚趾刮了我的眼屎一下，我在讲什么？眼屎不是我的，是我这样说刮眼屎一下。要穿包脚。会比较好一点哦。对，因为但我刚刚想说吃饭的时候就觉得还好，因为大家都穿夹脚拖在爬山啊，就好像不行。而且现在这个木头又很烫，所以你在摸的时候你会被烫到。奉劝各位也不要轻易贸然尝试，因为它很吃体力、脚力。你下去还有力气，可是你上去，我现在还没爬，我光想我就喘叫喘来了。哎，队友很 OK 耶，跟上了呢。这个海涛是泡泡吧？哇，泡泡来了！它的泡泡打在脚上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软软的。泡泡来了，是不是很黏？我觉得你每次照的照片，你都拍不出你亲眼看见它的那种美丽感。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到了我这里，哇！我们要成功了！我要抽用我的鞋子，我抽用我鞋子，牛奶，我要用我的大拇指去钻它。天啊！我要去踏海滩了！再见！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沙滩的人会这么少了，因为想当勇者的人不多，所以只有踏出舒适圈，才能独享这块人间天堂。我原本以为我们团队年龄最大跟最柔弱的女子会走到一半，然后就直接打道回府，在餐厅坐着喝凉茶等我。没想到他们下来了，下来，我天哪！快一来就要给他们一个大鼓掌，快给个鼓掌哦！值得。他们竟然下来，我以为他们直接上去了，想说算了，我们不要为难他们，因为真的有够难走的。国歌其实你不用勉强要自己加薪，了吧？烤鸡，我真的没有多有酸痛天赋给你了，我有带很多。但是摄影师已经把我所有酸痛天赋用完，因为要扛机扛个国歌，国歌真的很强，我真的是对。居米哥的强米哥，哦，在哪？被他那影响进度好了吗？哪里动画？我怕。好抖。好，脚架都不见了，我的脚架。你们好。不要放弃耶！我也以为你们会上去哎。我想说你们可能，但你们想到上去，我觉得可怕。
我在等脚架，我说脚架已经走了，我说啊，该不会我这边从头到尾都手持在拍空景？而且光灯很强，光还拿机器耶，那大机器。真的。哎，我先说我没穿透天服哦。啊？我没穿透天服。我有。是吗？等一下，怎么会有可乐这种东西？那边哎，放可乐，耶！我要冰开水，我们是一个配套的可乐加开水一个套餐。好，一个套装。各位，请给郭宝和娜宝一个欢呼加掌声！不容易呀，能全员到齐，一起享受世界级的美景，绝对是最棒的组合。哪都不想去，我们只想待着。因为这里好舒服哦，吹这个风偏舒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里的人步骤跟步调这么慢了，因为真的太舒服了。而且这个风景，这个阳光，没错。然后这个沙滩呢，它就很像那种，真的是很像调酒，然后白色的泡泡超级细致，超级细致。你会时不时就会看到有一些辣妹在旁边摆出很性感撩人的 pose 和动作。你看我们后面那个，对，很养眼。看到没有？哎，在哪里？漂亮的人事物大家都喜欢看，我们两个也是一直在旁边取经来的。对啊。毕竟我们离模特儿的世界有一点点远。我们已经不当模特很久了。对，然后他刚刚就跟我们讲，我们就跟他讲说啊，现在叫我凹腰，我真的不会。现在凹腰热身，就看这个海涛，泡泡来了，大泡泡。哎，我其实真的很少遇到这么绵密的海耶，这么绵密的泡泡其实蛮少，因为泡泡都是浪就是比如说打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它是分子很大，可是这个真的有种在吃那种奶泡的感觉。对，它的泡泡打在脚上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软软的，很舒服。来，我们来踩泡泡，我们要踩泡泡。泡泡来了，是不是很绵？超绵的。因为其实这里的浪呢，我们下午来它偏大，所以没有办法下水。我们刚刚一来从非常兴奋就往海里冲，就直接被哔哔哔哔叫上来。因为这里的没错，这里的浪就比较大，所以大家来这边的时候，你可以带一个海滩镜，你就可以坐在树荫下面，然后还会有小卖部。我觉得虽然你拍照，可是我觉得照相机，我自己拿手机这样子拍，我觉得你每次照的照片，你都拍不出你亲眼看见它的那种美丽感，很难，真的很难。然后就提醒大家带零食，然后瓶瓶罐罐来，不要忘记把垃圾带走。对，没错。然后我觉得这里的沙真的非常的细，它的浪也是非常的绵，然后是我踩过有史以来最细最绵的，大家一定要来吃，很舒服，赤脚也没有关系，它没有太多尖锐的东西。来，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年轻力壮，然后他身上在东找啊，就有很多小女生就会，他走过去之后就这样，好快乐，被他迷倒。哇塞，什么意思啊？哇！你要跑过去啊！你在干嘛？哇！他的天堂就在这吧？真的。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年轻力壮，然后他身上在东找啊，就有很多小女生就会，他走过去之后他就这样。好快乐，被他迷倒，外国人包围，真的是各个年龄、各国各个年龄层同吃。哇塞，什么意思啊？哇塞！你要跑过去啊！你在干嘛？哇！你看 ，You're happy。他的天堂就在这吧？真的。是啊，他的人生顶峰在这。对，主持人不是在这吗？怎么？是不是？力量在这边啊。对啊。他是帮一群就是身材很好、穿丁字裤的外国妹子摄影。哇！然后我们现在在等他帮我们摄影。哇塞，回来了！追回来了。
后我们想可能多了一个人，然后出去拍。没有，我跟你讲，我们在那边等他帮我们就是要摄影，然后他先去帮别的妹子摄影，然后整趟路程一直呛我们说我们是老女人。对啊，在水沟玩的老女人体力很差，然后我们年纪偏大。来，你们回去看 VCR 那个按摩那一趴，他们就两个在吸腹部，然后现在又要讲成这样。怎么会？是不是哇？大姐跟二姐，真的，你看看那边哇，他现在过来自求生存了。不好意思，我们要工作了。你可以去旁边玩了啦。你去旁边玩沙没关系。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等。不管是累到爆的天堂路、美到翻的海滩，还是拉车玩耍的时候，每一段的画面记忆都是老天给这趟旅行最棒的礼物。如果你问我这趟外景最喜欢的是什么，我会说就是当我们玩在一起的时候咯。